然后我们就先稍微赚个钱好了。顺便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 RO 的咒术种类，不过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看法，请大家自己进行媒体试读好吗？我希望我之后的影片都可以直接省略掉这个事前说明。然后我已经跟工会的成员事先预告，如果我的订阅数超过20之后，我就要开始有大头阵了。希望我未来的影片可以直接使用传教真理的方式洗脑一下观众的三观，加油！我的大头阵就靠你们了。好了，废话又太多。先来介绍一下 RO 的职业流派分类依据。其实现在的流派分类比起以前，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分类门槛。以前因为技能点数吃紧，当你想要某个技能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技能点不到，导致技能数区分流派产生。像是以前的讴歌主教和赞美主教就几乎无法并存，再加上以前的装备多元性并没有那么多，导致装备区分流派的现象比较不明显。但某些情况是因为各个招式的独立能持都很久，大家其实技能都是轮流瞎鸡巴乱丢，当下有什么招就丢什么。像是以前的妖术就是各类大法轮流丢，那时所谓的水妖、大地妖还不存在，所以在以前刚开放3转的时候，相较于法师1、2转还在追求冰雷啊、石化火箭的历史而言，当时就只有某些职业的技能数区分流派的分类现象比较明显。不过因为RO经过各个职业优化还有装备开放后，导致技能数区分流派门槛下降，但是装备区分流派的产生却上升许多。以咒术为例，就可以粗略区分为火咒、冰咒、彗星咒、封念咒、刺鼠漩涡咒、城战功能型咒术。目前因为 RO 的等级上限开放越来越高，所以其实所谓的技能点数不足而导致的流派分类已经比较少见。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技能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重复性，像是冰咒、火咒，他们都会额外点出毁灭彗星；刺鼠漩涡咒更是可能会有冰、火、彗星皆有的状况。依照刚刚的介绍逻辑，就可以知道这些流派可能主要是因为某些装备或者是技能优化后才稍微可以独立区分出来的种类。这个思考可以帮助大家在选择职业或者是流派上作为查询的依据。所以新手们其实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很急着帮自己定位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毕竟兴趣、市场还有性向都是流动的，谁都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哟。尤其是对一些新人来说，该说他们认真吗？有些新人可能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RO，可能连玻璃长什么样子都不是很确定，但是可能因为接收资讯的便利性比较高，这些新手们乖乖爬文后，一开始看到的就是最顶级豪华的装备，还有绚丽的技能演示。一进来 RO 就急着询问，请问雷神腰带多少钱啊？请问这一套装备买下来要多少钱？最后发现可能一条雷神腰带就要花掉你半个月薪水后，最后抱着仙境传说真破这种粪 game 的装备还要那么贵的想法，连玩都没有玩就直接退坑。同学，请问你的浪漫呢？你来玩 RO 不是来花钱当大爷的好吗？我真的只能说，目前 RO 最逼退人、最可怕的部分，才不是玩的时间很少，而是这个。好可怕！不要我的动物鸡蛋！所以我觉得穷人也有穷人的做法，这也是我拍这一系列生存指南的愿景。虽然不得不承认花钱的确是轻松很多啦，但是 RPG 类型的游戏最有趣的部分不就是把角色慢慢培养起来，让自己能够训练到人机一体的境界比较有成就感吗？而且我可以直接跟新人预告的是，老手的生活就是每天上来刷一条龙式的副本，厉害的顶多就在单刷战死者之墓，眼睛眨都不眨的就从西门红楼杀到高雄阿迪，就这样来来回回砍个3天3夜之类的，最后腻了就把装备卖掉直接退坑。而且以上的情况还只是金字塔顶端人口，那些买得起装备的人的 RO 人生哦，那些买不起装备，可能连练功都有障碍的人，说不定反而占更大多数。因此，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巴哈大神们的职业心得文章可以先不要那么早参考，可能对新人而言会比较健康，就先看新手导向的心得分享就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急着把角色推向这无止境的养老生活，反而趁一些地图还有机会可以训练一下技术的时候，多多 focus 在技术磨练上。不然，其实现在的等级真的很好练。当你200等之后，真的会有一股超级浓厚的空虚感袭来。尤其是把角色练到底之后，你就更不会有任何动力再去学习一些技巧了。总之就是以上种种的原因，本菩萨就来普度众生了。但请记得给香油钱，不然本菩萨要准备起来咒杀你们。我干嘛去做这个？
因为我这支主要是玩冰咒，所以我决定先介绍一下火咒。这是我制约观众的第一步，早点习惯吧。目前 RO 比较平民而且主流的类型就是火咒，主要派别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真咒术卡片的伤害加成，还有练功怪物属性、咒术石，还有阅读魔法书的优化产生的分类。因为练功方式简单，装备相对便宜，所以是很适合新手入门的类型。但缺点就是面对属性相同或者相克的怪物就会非常的吃力。不过可以依靠毁灭彗星，或者是另外凑装使用地狱火来加点进行其他属性的输出。整体而言，火咒是 CP 值最高的咒术类型。再来就是冰咒的类型，主要派别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超时空投伤害加成以及海滨浓雾优化，影子装秒7门槛达成。相较于火咒，普遍冰咒整体装备需求会更贵一些，且因为真正高伤害输出需要依靠海滨浓雾来达到高倍率的伤害，对于比较懒惰的人，可能会因为技能要多放一招而感到不方便。不过因为冻浆术可以借由影子装以及其他装备共同支撑，达到快速连发的效果，玩起来比较爽。所以相较于火咒受限于目前独立延迟的缺点，冰咒可以达到更持久的连续输出。不过其实这些可以借由手速使用阅读魔法书的技巧来消除此缺点。冰咒也可以借此降低装备需求输出，只是和火咒相比，若是装备不够华丽的话，输出就不一定会比火咒高。但重点是冰咒的特效真的是美丽到爆炸。玩游戏就是要肤浅，懂吗？伤害让别人来打，我们负责美丽的部分。如果你刚好又兼具美丽与实力，那你就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哟。至于彗星咒和其他咒术类型，就比较偏贵或者是冷门，我没有到很推荐大家往那方面发展。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个就当回家功课做点研究吧。但还是要强调，只要你有兴趣的话，这就是最适合你的职业。只要适度培养你的角色，你不需要一定要求自己氪金，或者是一定要装备精美到某个水准，才敢让自己去玩自己喜欢的类型和角色。人家丢的是彗星，我们丢的是贡丸，也是很爽的。今天上课的内容就差不多是这样，因为前面的等级和练功都没有太大的技巧可言，所以可能前面的时间我都会拿来帮大家上些课，请乖乖上课好吗？然后现在的时间就让我弹个钢琴来打发剩下的时间吧。
是不是觉得玩个 RO 居然还要算数学，觉得很惊恐啊？但是不要忘了 ，RO 的本质本来就是个期货游戏哦，所以未来还要再教大家市场经济学，请大家笔记准备好好吗？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了哟，拜拜。